龙的传人今年犯太岁，中国的经济困境该如何突围呢？今天带您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知玉，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中国最近的经济困境跟最新的一些进展，如何突破困境啊？好，我们看到了，这可以说那叫什么？树倒猢狲散。墙倒众人推吗？过去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、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是所有人都要靠上来，大家都觊觎这块大陆市场，觉得市场真棒，这个地方钱好多，这个地方机会无穷。但是呢，你看到了，当贸易战开打了以来，现在美国不断的施压过程当中，现在的一个中国似乎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线，现在面临到了非常严重的全面崩坏的窘境，那怎么办呢？过去呢，曾经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：趋势来了，猪在风口上都能飞起来。但是现在这个猪啊，飞不起来，这猪感觉有点插翅也难飞，那怎么办呢？要插上更大的翅膀，或者别用猪了，换头牛试试看。还是来个小白兔，还是来个老鹰呢？好，我们看到要怎么样突围呢？近来呢，你看到了这个不仅仅是美国针对了中国的电动车啊，要开关税了哦。那欧盟也要跟进，欧盟从7月份开始，最高呢要课关税，课到38%。好了，当然我们曾经在视频当中告诉大家，这38%的关税啊，对于中国它现在一个低廉的一个这个制造成本来讲，可能不会到真的伤筋动骨。但是面子过不去，心里不爽快啊，所以我要怎么样反制呢？一定要反制的，那是民族自尊心啊。所以呢，我怎么能够没有动作呢？于是乎，欧盟什么时候宣布的？欧盟在12号宣布，从7月份开始，我就要课你惩罚性关税，对中国的电动车。立刻在隔一天13号，突然间中国的发言人就说：“哦，来，我们其实呢，早就已经开始要决定了一件事情，只是没有告诉大家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针对欧盟进口到中国的猪肉制品，我们要开始进行反倾销调查。”早不说，晚不说，你要对我课关税，我今天就说。好，于是乎呢，调查这反倾销不得了，他直接告诉你，为期1年的时间。人家对我课关税，我现在说我要开始对你调查，我就是关其言，我就观察你怎么做咯。你欧盟要不要回头是岸？你回头是岸，不好意思，我就不调查。你现在继续课我关税后，我就继续调查，我就让你吓到不得了。好，那这样一个猪肉的反倾销调查呢，真的打蛇打7寸。现在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马上讲了，说哇塞，中国真厉害。这就是欧盟的痛脚，真的就是抓住你的痛脚，我用力踩下去。所以现在呢，欧盟内部啊，有几个国家已经吓到不得了了。这些呢，这个直接受害的这些所谓的猪农们，他们要上街头抗议去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中国的猪肉市场对欧盟来讲有多重要。现在呢，这个调查这简单来讲，去年在中国进口猪肉的市场高达60亿美元。好，那这60亿美元呢，其中1半以上都是来自欧盟。那进口了什么呢？进口了猪肉，好，这个冷冻猪肉，进口了猪脚，进口了猪鼻子，进口了猪耳朵。好，那你说这些东西对欧盟来讲有多重要呢？这些东西啊，在欧盟呢，通常都是丢到垃圾桶去的东西，因为他们不吃。这个不像中国人觉得猪耳朵是一种美食，对不对？猪鼻子多好吃啊，猪脚我的妈，软烂多美味啊！但是他们不吃这些东西的，所以呢，对于这些欧洲的猪农来讲这些东西居然有人要，而且卖上一个好价钱，对他们来讲是整头猪整个价值的提升。因为如果他们这些东西没有中国市场的话，它的一头猪啊，你看猪鼻子就没人要，猪耳朵切掉，猪脚也没有人卖不出去，因为没有人要吃。现在呢，这些地方都有去处了啊，太棒了！所以呢，这些欧洲的这些猪农们啊，这些东西都卖得掉，对他们来讲是整个价值不一样的一个 level 了哦。好，那于是乎呢，现在我开始要针对你们进行反倾销。
整个欧洲3个国家很重要，都是出口到中国的这些猪肉的产地。第一名就是西班牙，西班牙呢，它大概卖到中国1/4，全部都是西班牙的这个猪。然后呢，荷兰呢，它去年卖到中国的猪肉呢，大价值是6.2亿美元。还有一个国家丹麦呢卖到了中国的一个这个猪肉制品有5.5亿美元。所以呢，这3个国家现在急得要命。他们的猪农已经串联要走上街头抗议了，说你到底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他们很紧张，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打对地方了。好了，那有人很紧张，有人很开心，觉得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快，赶快不要跟他们买，来换跟我买好了。哪些国家呢？现在呢，我们看到了这个金砖国家也有很多的是这个农业畜牧大国啊，巴西就在那个地方，快，你赶快不要跟他买，来跟我买。巴西，我说猪都洗干净等你买了哈。那不只是这个巴西啊，阿根廷也是啊。另外呢，俄罗斯，哎呀更开心，就觉得中国我们就是好兄弟，你更应该跟我买猪肉。所以呢，有些国家你看开心的不得了，等着赶快别跟他买了。美国也在等，美国也很希望赶快多卖一点猪肉给这个中国人，但是呢，美国的猪肉在中国也面临到了惩罚性的关税，要课25%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咯，到底是谁能够渔翁得利哦？金砖国家应该是最有可能获利的那些，包括像巴西、阿根廷、像俄罗斯了哦。好，但其实猪肉在中国啊，现在面临到通缩状况，在中国有一个名词叫猪肉通缩，这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因为猪肉呢，真的就是中国人最爱吃。你知道全世界大概这个1半以上的这个猪肉都是卖到中国来，那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猪肉最大的生产国，还不够吃，这个还更要去跟其他国家买很多猪肉来吃啊，这个猪肉真的是太美味，对不对？讲一讲都流口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猪肉的通缩是这样的，这个2018年那个时候呢，在中国闹了非洲猪瘟。闹了非洲猪瘟之后呢，这个猪只被大量的扑杀，于是就不够了嘛，不够吃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就鼓励大家多养点猪。好，这个东西就这么奇妙，你不够的时候，你鼓励大家多养，好了，多养了之后呢，量一大之后呢，价格就下去了。好，那现在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猪肉通缩的状况，现在猪价非常的便宜啊，便宜到啊，这个猪农觉得没赚头。像在中国有一些这个畜牧业，像牧原产业啊，这个牧原企业、牧原公司啊。它的这个猪，因为猪价太便宜，所以就没赚头，它都亏损了。那于是怎么办呢？现在中国啊要解决这个猪肉通缩的问题。我们都说现在中国面临到通缩的难题嘛，所以呢，猪肉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哦。它现在呢怎么办？种猪扑杀，不要弄那么多种猪，好不好？这个种猪变少了，这个猪肉的这个数量少了之后，控制一下你的产量啊，有限的产量才会有漂亮的价格啊。所以现在中国希望可以控制猪肉的产量，让这个猪肉价格能够稳住啊。但是呢，其实中国通缩状况不仅仅是猪肉一项，你去看之前这个中国 A 股的股王茅台，哇，这个茅台太厉害，贵州茅台呢最近面临到了非常严重的价格的崩坏啊，你知道贵州茅台当中有一款叫飞天茅台，飞天茅台呢，官方售价是1499人民币，但是卖到市场上绝对不是这个价格，你这个价格买不到，你要加价购，大家抢着买茅台酒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一般市面上最贵的可以卖到4000块一瓶，但是最近呢，价格崩坏，没有人要喝白酒，年轻人比较不喝，再加上呢，现在之前中国不是一直在打奢吗？不能够喝那么奢侈的酒啊，不能够在这个送东西给这些官场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茅台价格也开始往下。你知道现在的茅台出厂价1499，现在大约是这个2400块就买得到了。以前要4000呢，现在只剩2400，可能因此你就看到了这个贵州茅台它的一个股价不断的往上崩坏哦，从2021年的高点到现在已经跌了37%，这个数字很可怕，而且它还在持续下探，所以呢，这也是通缩的一种哦。另外呢，不只是如此，你也看到中国股市不好，房地产市场也不好，这大家都知道。那你说最近有没有好一点？因为呢，北京当局不是祭出了很多救市的政策吗？要保交房啊，放宽了很多买房的限制啊。以前这个你第二户就如何，我这头期款要多准备一点，现在没有，随便你爱买几户买几户，多买一点。结果呢，放宽了这么多的政策之后，我们来看数字。
它的房价还在往下。当然这个下滑的一个幅度没有像之前雪崩，但还是在下降。不仅仅是这些新房子、新成屋。现在呢，看到了，这在5月份的数字是，它又下降了1%左右啊，这个房价。那一些中古屋呢，也在继续的往下跌，所以呢，那都还没有踩住刹车的，还在跌。特别呢，是一些这个大城市，1、2线城市那个房价都还在下探。那你更别讲说3、4线城市喽，那真是哇不得了的雪崩。所以你看到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止稳，而且不断在创下10年低价。那怎么办呢？最近呢，在中国又开了一次大会，这个大会又是大家来集思广益，怎么样救房市了？一样呢，是他们说保交房政策要继续做，然后呢，他说希望可以让大家只要付利息，然后呢，让这些买房子的人呢可以负担轻一点，然后鼓励大家多买房，或者呢是他鼓励地方政府你去买啦，你多买点房来，然后让那些这个没有房子的人他可以有地方住哦，用这样的一个方式。但是呢，能不能有效的止住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往下走？可能还要再观察，但是总体来讲，不仅仅是现在中国整体的经济，还要带您来看天灾也不断。最近中国面临到的状况啊，真的是北有北的苦，南有南的辛苦。好，北边呢是在闹旱灾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南边呢，则是这个大水一直来啊，很多地方淹大水，福建、广东那个水满为患啊，很恐怖啊。所以你就说，哎呀，中国最近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人家都讲说？这个龙的传人不是吗？讲中国，那属龙的今年犯太岁，是不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今年的这个中国经济不太好哦，然后一切都感觉是蛮衰的哦。会不会到了明年这个换一个这个年份，换一个生肖年会好一点？我们就来看看哦。但是呢，中国现在在怎么做呢？当然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国外要这样围堵中国，那中国要想办法要自救。你看到中国最近又开始重新买美债了，因为呢，这个看来看去好像还是美债的一个收益率比较稳定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你也看到了中国呢，中国企业想尽办法要突出美国的包围圈，所以呢，你就看到了美国什么这个也限制你，那个也限制你，所以呢，中国就开始美国以外我都去投资，中国企业全面的出海去投资，投资哪里？墨西哥、越南，只要是不是美国的国家，我都想办法。然后美国说我就不跟中国做生意了，我这个降低跟中国的贸易量，好啊。但是呢，其实中国是绕道的哦。比如举例，这个中国呢跟墨西哥跟越南的贸易量开始在往上提升，那跟美国的贸易量在下降，但是美国跟墨西哥跟越南的贸易量在提升。很简单嘛，绕个弯，一样东西进美国去。所以呢，美国虽然表面上觉得很开心，哈哈哈，你看我降低了对中国的依赖，但实质里骨子里你依赖的依旧是中国的这些制造的商品。所以呢，现在中国用这样绕道的方式，用各种各样在国内的一个这个政策的支撑，希望能够快点走出通缩的难题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成效了。当然，很多的一些经济的一些措施，都必须要一点点时间去发酵，去看出它有没有用。我们就来好好观察。好，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跟它如何突围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喽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，下回见，拜拜。